从2023年2月份开始辞掉了在纽约接近2年的工作，因为想要逃离大城市的喧闹，想换一个新的环境，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 mental space。因此，我搬到了梦寐以求想要居住的地方——佛罗里达州。偶然的一次机会能出国旅游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正式开始了环游世界的旅程。从北美、欧洲、南美、亚洲，通通都走了一遍。前半年的时间呢，一直在中国开始了我的旅居生活。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回来美国，回到了自己家有一段时间了。说实话，真的甚是想念有个家的感觉，不需要去考虑下一站住哪儿、去哪儿、吃什么。今天的视频呢，也是想来一场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， 来聊一聊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，旅游对我的改变到底有多大。长期旅游真的打开了我的眼界，每到一个新地方，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，都能让我有新的启发。我很多的视频灵感呢，都是在旅游当中获取到的。有一件事情我很深刻，在自驾去青海湖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附近的一家客栈里，正好和客栈老板聊了聊天，他就和我们说，他的父母呢一开始是如何对于他开民宿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反对意见，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并且打算将自己的客栈扩张越来越大。听他说了很多之后，我就不得不反思，原来旅游不仅仅是来打卡拍照，回到酒店后 P 图好几个小时，就为了朋友圈的10几个点赞。旅游呢，也是能让你学习到来自不同文化、不同背景人的一些思想。在过去的1年半里，我旅游过了大大小小10多个国家，现在渐渐的，我也不在乎照片哪个角度好看，哪个背景看起来更搭。相反，我会让朋友抓拍我最真实的样子。我不会去在意手机里有多少的美照，我更在意的是在这段旅程里，我能不能学习到新的事物。旅居生活其中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时间自由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，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每一天的行程。有的时候想在这个地方待久一点就继续住，有的时候如果觉得无聊了，想要大城市的热闹，就可以立马拎包走人。有需要工作的时候都是电脑扛着，走到哪儿都能用。我的旅游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，你可能1年就几天的假期能出去玩，当然是尽你所能将网红地点都打卡一遍，又或者是你也一样在旅居生活中短期的待在一个城市里，而我呢则是3天5天换一个新的地方。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不仅仅是你身体上要吃得消，还不能随意因为小毛病倒下来，更重要的是你在心理上要快速适应周围的环境、当地的文化和美食，去适应新的生活节奏。尽管你不喜欢那里的气候，吃不惯美食，又或者是语言交流不通，都尽量让自己不要抱怨外界的环境，收起你矫情的脾气。最后一点，旅游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学会独立。尽管整段旅程呢是和朋友们出去，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独自去处理一些事情。如果有一方需要你的帮忙，需要你帮着扛行李，或者是分工合作，特别是在团队里，你要表现出来能承担起一些任务，而不是一直享受身边人给你的服务。我从来也不是个矫情的女生，凡是刚认识我的朋友呢，我都会和他们说，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女生来看待，我什么都能做，行李咔咔咔的扛上楼都不带喘气。我个人的见解来说呢，旅游一定是锻炼你，并且也让你成长很快的一种方式。你平时不敢做的事情，出门旅游在外都能让你放得开自己，去尝试做这件事情。旅行的好处聊完了，接下来来讲一讲它有哪几点坏处。首先，在一个长时间在外旅游的环境里，我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不认识的人，我一直处于陌生和不停改变我的居住环境里，身体和精神上都难以有个停下来的时候。这样不断的变动会让我感觉到很疲惫，要是你身体素质差一点，可能直接就累倒。另外就是当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，需要保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情绪，不能轻易表露自己的坏情绪，比如你困了累了，或者是走不动了，不能跟你身边朋友们说我不去了，或者是你让整个计划因为你的情绪而暂停。如果你是个以我为中心的角度去和朋友们旅游的话，那你一定会是被吐槽的那个人。任何人看这些视频，不要认为我长期旅行就是到处玩，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事情呢是不会展现出来给你看的。能选择长期旅行或者是长期旅居生活的人来说，一定是放弃了自己以前生活里的精致感和稳定性，因为随时都要为下一段旅程做准备，去适应，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。第二部分呢，我想好好来聊一下长期旅行对于我朋友之间关系的影响。改变我最大的一点呢，就是已经彻底能摆脱外界的陪伴。要是没人能陪我去旅游，没人陪我去做其他事情，我还巴不得一个人去呢。这样就不需要取决于别人的时间去安排我的行程。在我还没有环游世界之前呢，我是个很胆小的人，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别人的陪伴，更不用
用说独自一人出门旅游。可是现在的我，快乐是自己给的，陪伴也是自己给的。那换句话说，正因为我过于独立，成长得太快了，当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我的朋友们还在原地踏步，已经跟不上我如此快的节奏，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跟不上旅游的变化，何况是我的朋友们隔2-3天就能看到我在不同的城市里。这种生活方式呢，让我和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少的联系，话题也逐渐减少。这次回到美国之后呢，和朋友再次见面时，发现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。他在聊最近去看了哪个明星的演唱会，或者是工作上被上司 PUA 到想要辞职，而我只能聊自己看过的世界的一些有趣事情。大家的经历不一样，双方也无法产生共鸣。有些朋友呢就喜欢舒适待在家里的感觉，而我喜欢探索大自然，喜欢到处跑。我本来想约一个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一起到别的州去旅游，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旅行方式不同。他喜欢大城市的热闹，想要去拍美美的照片，而我呢喜欢去乡村和大自然的地方，氛围比较 chill。到后来我就想了想，既然我们玩不到一块去，那我也尊重他，只是下次旅行的时候呢，只会选择自己出发，而不是去让朋友适应我的旅行方式，我更不会去适应他们的旅行方式。最后一部分呢，也是我认为是这期视频最 vulnerable 的点，长期旅行实际上只会让我感觉到更孤独。前面我说了，旅游的其中好处是自由，是培养独立能力，也正因为有的时候太过于独立，导致是自己主动选择疏远和朋友的关系，别人跟不上你的节奏，没办法和你产生共鸣，那话题自然也越来越少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也希望能分享自己看到的美丽景色，尽管他们无法和我身处在此，但也想分享当下的快乐。可是当我分享的太多，会变成一种炫耀，他们上着朝9晚5的工作，而我确实可以到处看世界。大家的生活轨道不同之后呢，很难再和朋友有如此深入的话题交流。在我旅游之前呢，我是个在生活里特别有规律的人，每天将自己要做的事情安排得好好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必须要做到完美。可当我开始了旅居生活之后，我生活里的这些 routines 就彻底没了。比如你习惯了每天健身1个小时，每天冥想15分钟，读20分钟的书等等之类的，在你生活里他们已经成为了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突然因为旅游的计划你要长期在外，可以说是将你这些所有的 routine 全部打乱。这对于如果是个喜欢跟着计划走，有个比较规律性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，会变得非常有挑战。旅行的越久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固定的生活规律。在路上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，每天有新的挑战和变化，所以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累。有的时候真的很想要有一段稳定，起码知道自己明天能有个按时吃饭，有个足够休息的时间。但同时反过来想想，这样的生活过久了也会觉得厌倦，所以说到底还是要找到生活中的那个平衡点。好了，以上的视频呢，就是我对于长期旅游的一些心路历程，还有我心里的一些想法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一键3连。那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